别神话波尔多葡萄酒的1855分级，它就是一张170年前的价目表。我知道啊，这东西听着挺唬人，好多人把它说的是天花乱坠，但今天咱们就把这事儿给拉回地面上，不吹不黑，彻底把它扒开了看个明白。这玩意儿到底怎么来的？凭什么170年都不带变个样的？它对咱们今天选酒喝酒到底还有多大用？一说波尔多，好多人脑袋里就蹦出俩字儿，一个贵，一个乱，等级太多了。没错，这里在全世界的葡萄酒地图上，那绝对是头号玩家。它的影响力啊，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一套独特的列级庄制度来的。在这堆复杂的分类里头，1855年那个梅多克列级庄分级是咱怎么也绕不开的一关。但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个事儿，这份名单当初可不是什么行业大腕坐一块搞的盲品大赛，说白了，它更像是一张谁卖的贵谁排前面的商业清单。可邪门就邪门在这儿，就这么一张按当时市场行情排出来的单子，后来居然成了整个葡萄酒圈的一个影响特别大的参考坐标。搞懂它，你就等于拿到了一张看懂波尔多左岸的地图，从产区风格到价格怎么回事儿，再到不同预算下该怎么选，心里一下就亮堂了。好，咱们先来拆第一个问题，这1855年的分级到底是怎么捣鼓出来的？背后有啥故事？其实啊，在1855年官方下场之前，民间和行业里早就有人琢磨这事儿了。你比如说1815年那会儿，有个叫 Lawton 的经纪行就按价格排过座次。1816年，一个叫安德烈·朱利安的哥们儿写了本书，特系统的把各个产区给梳理了一遍。还有1850年，那本叫《波尔多和他的酒》的书，影响也特大。这些都给后来的官方分级打了个底儿。要往更早了说，甚至能追到美国当年的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他在当总统前，1787年在法国当过特使。这哥们儿对葡萄酒是真爱，亲自跑遍了波尔多，挨家挨户的尝。他那会儿就在自个儿的笔记里把酒庄分了个1、2、3等。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列出来的那4个1等品质的酒庄，马哥、拉图、侯伯王、拉菲，跟后来1855分级里最开始那4个1级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这说明啥？说明好东西的共识早就有了吗？那1855年这个官方分级又是怎么蹦出来的呢？这事儿得从1855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说起。那会儿法国国力正牛的时候，当时的皇帝拿破仑3世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向全世界显摆一下法国最好的产品葡萄酒，那必须是重头戏。这活儿呢就落到了波尔多工商会的头上，他们也没自个儿干，转手就委托给了当地的葡萄酒经纪人，说哥几个给我们这儿的酒麻利儿的弄个分类名单出来。你可能想不到，这帮哥们儿效率高的吓人，4月6号接的活儿，4月18号就把名单交上去了，前后就花了12天。他们是怎么分的呢？标准特简单，就2条，一个是市场口碑，另一个更直接，就是市场价格。说白了，就是按当时每吨桶，也就是他弄在市场上卖多少钱来分的。1级庄大概是3000法郎往上，2级庄在2500到2700内晃悠，5级庄也得1400到1600。当然了，这都是个大概的数，毕竟是老黄历了。这份名单的范围也卡得特死，只包括左岸的红酒60家梅多克酒庄，外加1家格拉夫的侯伯王酒庄，还有就是苏代和巴萨克的甜白酒。右岸的酒庄当时归另一个叫利布尔讷的商会馆，所以压根儿就没被算进来。接下来咱们聊聊1855分级为什么能这么稳，它那惊人的持久性和极其有限的几次修改。你想想，一份12天赶工出来的名单能扛住170年的时间冲刷，基本上没怎么变。这事儿本身就说明了它最开始那个评判逻辑80%是站得住脚的。在这么长的历史里，这份名单就动过3回。第一个是嘉美庄园 Chateau Cantemar， 这酒庄在1855年最开始的名单里给漏掉了，于是在1856年被补录成了5级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变动，就是牧童罗斯柴尔德庄园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在1973年6月21号，牧童庄园凭着几十年的玩命努力和拔尖的品质，硬是从2级庄升成了1级庄。这在当时是独一份，意义特别大，也说明了他们家庄主这几十年的运作有多成功。打那以后，再也没听说过有谁能这么官方晋级了。所以咱们现在老说的5大1级庄，就是拉菲、拉图、马哥、侯伯王，再加上1973年考上来的牧童。好，
咱们再看看1855分级的具体结构到底分了哪些级。梅多克1855分级就像一个金字塔，把酒庄分成了5个等级。具体到名额，现在算上牧童，1级庄是5家，2级14家，3级也是14家，4级10家，5级18家，一共61家，清清楚楚。这里面有个特例，侯伯王庄园，它虽然是1级庄，但地方在格拉夫产区的佩萨克雷奥良，不在梅多克。除了红的，1855分级还顺手给当时同样有名的甜酒做了个分类，主要来自波尔多的苏代和巴萨克地区，一共27家。甜酒那边呢，也分了3、6、9等，一共是3个层级。顶上头就一家低金庄园 Chateau d'Yquem， 赌一档的特等1级庄。下面是1级庄，有11家，再往下是2级庄，15家。聊完分类本身，咱们就该说说围绕1855分级的那些争议和思考了。这份名单虽然权威，但它这100多年不变的劲儿，也引来了不少说道。大家主要是在琢磨它公不公平，该不该更新，还有就是它是不是已经跟不上趟了。支持它的人觉得它持久准确，给这行当提供了稳定性，但批评它的人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更新机制。你看波尔多其他产区，比如右岸的圣埃美隆列级庄，都是隔3差5就更新一回的。想更新1855分级，那可是个巨大工程，牵扯到太多酒庄的利益，基本上没戏。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带来的影响太大了，这是躲不开的。170年，太多事都变了。首先是所有权和管理，酒庄可能都换了好几波主人了，有的因为管得不好衰落了，有的被新老板砸钱以后品质蹭蹭往上涨。其次是葡萄园面积和风土，这事儿水可深了，列级庄的地块在历史上变动太大了，今天这家买一块，明天那家卖一块，不断重组。所以很多酒庄名字虽然没变，但它脚底下那片地跟170年前比，早就不是一回事了。还有就是葡萄酒风格的演变，1855年那会儿的酒跟咱们现在喝的味儿可不一样。不是说那时候没有赤霞珠，这品种在梅多克早就扎根了，关键是品种的配比和酿酒的路子不一样。那会儿马尔贝克的地位可能比现在高得多，酿出来的酒风格更清瘦，酒精度也低不少。用100多年前的老标准来框今天的酒，确实有点刻舟求剑那意思了。说白了，这些争论吵来吵去，其实就是老传统跟新变化再较劲。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标准，怎么能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又能跟上现在商业的飞速发展？这不光是波尔多葡萄酒的问题，也是好多传统行业都得面对的难题。咱们再来说说1855分级跟波尔多其他分级的关系。你可千万别以为懂了1855就懂了整个波尔多。右岸的酒庄，比如圣埃美隆和波美侯，有自己的一套玩法。圣埃美隆在1955年建了分级，差不多每10年更新一次。波美侯产区干脆就没有官方分级，全靠市场说了算。还有顶级的干白，比如佩萨克雷奥良产区的，也有自己另外的评价体系，不在1855的讨论范围里。最后咱们聊点最实用的，1855分级今天到底还准吗？我们该怎么用好它？要我说啊，1855分级这套铁帽子跟酒庄现在这酒到底好不好喝这个活情况之间确实有矛盾。它仍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绝不等于每一瓶酒的实时质量排名。理性的用法是把它当成第一层筛子，一个帮你快速定位的工具，之后你还得结合年份，酒庄最近怎么样，复牌酒和专业评分这些信息来做个综合判断。我给你总结几条能直接用上的方法。第一层，用分级找风格范围。想喝典型的左岸那种有骨架感的酒，可以从4、5级庄里找性价比高的，预算高点就看2、3级庄，要是预算顶级，那就奔着1级庄去。这叫先定风格，再看等级。第二层，看年份，左岸酒对年份特敏感，选酒前查查年份报告，这是基本功。第三层，看酒庄最近10年的动态，有些酒庄通过改进种植和酿造技术，品质突飞猛进，也有些酒庄可能为了迎合大众口味，风格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反而少了点个性。你看，又要看年份，又要看酒庄动态，是不是觉得头大？别急，我把这事儿给你简化了。我整理了2份私藏干货，一份是波尔多近20年年份避坑指南，告诉你哪个年份的酒能闭眼入；另一份是我自己总结的值得关注的列级庄红黑榜，哪些酒庄是公认的超常发挥，哪些是名不副实，我都给你说明白了。第4层，
了解副牌酒。同一酒庄的副牌，也就是2军酒、3军酒，价格便宜不少，但能体现出正牌酒庄的风格和技术底子，是了解名庄的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第5层，交叉验证，结合市场价格、专业酒评，甚至是酒庄自己的介绍，多角度的去判断，别光迷信那个列级的帽子。还有几个小提醒，副牌酒不在1855分级里，别把它当成列级庄的评价替代。年份差异也要记住了，1855不评年份，赶上不好的年份，就算是1级庄也可能表现平平。你就把1855分级当成你脑子里的一张导航图层吧，以后你在看任何酒单、酒价的时候，就能自动给它叠加上级别、村庄、年份这些信息，判断起来就更有底了。总的来说，1855列级庄分级是历史的产物，它当初就是一张写在纸上的商业价格表。我们今天看它，既要尊重它在历史上的权威性和它带来的稳定性，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学会用现在的市场数据和品鉴经验去校准它。记住3件事：第一，1855的本质是历史价格表，这决定了它的稳定和保守。第二，牢记它的边界，只管左岸红酒和苏代巴萨克的甜白，唯一的重大修改是1973年牧童升为1级。第三，学会2套清单并用，把1855当成一个常量框架，再结合专业评分、当期价格这些变量来做你的最终决策。真正会用1855分级的人，不是会背名单的人，而是懂得把它变成自己选酒的思路和判断依据的人。我是老郭，有时候爱自己喝点，解压放松，想点事儿。想看我那份年份指南和列级庄红黑榜的，来我这儿拿。